朋友你好，我是雪莉，欢迎收看《文史大观园》。覆碗之中为何物？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在朱元璋和刘伯温君臣二人的一问一答中，烧饼歌从此流传世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前之500年，后之500载的刘伯温，以及他最著名的传世寓言《烧饼歌》。刘基字伯温，1311年出生于浙江青田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从小就是个神童学霸，喜欢博览群书，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12岁中秀才，22岁中进士，开始做官。刘伯温虽然学问大，官做的都不大，因为他这个人为人刚正耿直，加上两袖清风，既不同流合污，也不贪污受贿，在元朝末年的官场上是寸步难行，经常受到同僚的排挤，上司还给穿小鞋。当官当得如此不爽，刘伯温索性辞官回乡，一心投入到书本中去了。世人都知道刘伯温神机妙算，那么他的师傅又是谁呢？相传刘伯温有3位师傅，一个比一个牛。16岁的时候，刘伯温曾拜名儒郑复初为师。郑复初是程朱理学的正统传人。刘伯温的第2位老师叫张忠，隐居在江西龙虎山，是神算子一枚，还有点石成金、起死回生之术。因为他常年头戴一顶带棱的铁道帽，所以世人又称他为张铁官。他教会了刘伯温天文地理、奇门遁甲、星象观测和预测未来的本事。刘伯温的第3位师傅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道人。刘伯温有一个后代子孙叫刘瓮，他曾经说起过先祖的这段往事。在离开官场的悠闲日子里，刘伯温听说青田山里有神仙出没，于是就每天手拿一卷书，面山而坐，盯着山上的动静。1年后的一天，看到山崖忽然开裂，出现2扇大门。刘伯温急忙放下手中的书，向山门奔去，用力推开大门，径直而入，发现里面别有洞天，亮如白昼。其中有一间1丈见方的石室，石壁上刻着7个大字，此时被刘基所破。刘伯温看到后大喜，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就猛敲石壁，石壁应声断裂，出现一个石函，打开一看，内有4卷古老的兵书。刘伯温把兵书揣进怀里，转身离开。他刚走出山门，山门随即关闭，山崖也闭合如故。回到家后，刘伯温如饥似渴地啃起这4卷兵书，却发现书中的内容过于深奥难懂，心中有很多的疑问难以解开。于是不久后，刘伯温决定再次入山，看看有没有世外高人可以帮他答疑解惑。巧了不是，刚进山，刘伯温就看到一位老道正坐在一个山洞的暗脊旁看书呢。他连忙上前行礼问候，但人家一开始根本懒得理他，一脸的冷漠。刘伯温再三恳求，请道长指点迷津啊！老道终于烦了，举起自己正在读的这本书，交给刘伯温。先读这本，如果10天后你能背下来，我就教你，否则的话就别再来烦我了。那本书厚达2寸，好在刘伯温过目不忘，背书那绝对是小意思，一夜之间就背了一半。道士惊叹道：“你还真是个天才啊！”随即为刘伯温讲解了7天7夜，逐字逐句地将兵书中所有的要旨都给他捋得明明白白的。元朝末年，群雄四起，逐鹿中原，好不热闹。朱元璋起兵之后，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武将算得上是群星闪烁，智囊团就差那么点意思了。所以朱元璋对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高人隐士心之向往啊。
江湖上传说已久的高手都接到过朱元璋下的英雄帖，咱的队伍求贤若渴，圣邀大侠同行，必以嘉宾待之。另一边，宅家已久的刘伯温仍然心怀天下，等待着一个出山的机会。经过朱元璋的多次邀请，1360年，刘伯温毅然出山，把宝压在了当时并不出彩的朱元璋身上。那一年，刘伯温49岁，朱元璋32岁。刘伯温毫无保留给朱元璋送上了一份平天下的大计。朱元璋听罢是喜上眉梢，与老先生真是相见恨晚呐！我的张良都找到了，成就霸业还会远吗？原来啊，朱元璋是汉高祖刘邦的铁杆粉丝，他人前人后的称呼刘伯温吾子房也。子房就是张良、刘邦的谋臣，汉初三杰之一。刘伯温果然通阴阳小八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多次在关键时刻帮助朱元璋度过危机，辅佐他平定天下，成就帝业。正是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自从朱元璋登上了帝位，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之后，对刘伯温的态度就起了微妙的变化。之前打江山的时候，朱元璋对刘伯温是言听计从，百般礼遇。现在江山落定了，刘伯温曾经的料事如神，或许反倒成了朱元璋的心结。我这点心思都在你眼皮底下打转，你说我这皇帝还怎么当啊？而且刘伯温毕竟摘不掉元朝旧臣的帽子，比不上从一开始就跟着朱元璋厮杀疆场的嫡系兄弟们，更让他放心。说实话呀，这位心地至诚、性格刚烈又嫉恶如仇的老先生，在天下平定之后，也就根本不适合再混迹明朝官场了。刘伯温有职权的最高位置就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这是个多大的官呢？相当于国家气象局局长兼任天文台台长吧。实际上啊，就是一个推算历法的技术官员。另外说，他还掌握着监察弹劾百官的职责，这不就是个得罪人的活吗？因为树敌太多，所以一直有人放他的黑料。不知道刘伯温是不是算出来了，陪伴朱元璋左右，将来可是个高危职业，所以他不断的请辞告老还乡，不断的拒绝朱元璋打好的如意算盘，导致君臣的关系似乎是渐行渐远了。等到洪武3年，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时候，封公者有6人，封侯者有28人，刘伯温只被封了成义伯，位次列于公侯之后。他的俸禄在公侯伯同期功臣中更是垫底的，这是一份褒奖还是一个耻辱呢？刘伯温本人可能根本就不在意，但是后世很多人为他打抱不平。原来真是论功行赏屈刘公啊！刘伯温在民间可是个大神级的人物，不少人认为他对明朝的功绩和诸葛亮对蜀汉的功绩难分伯仲。不过也有人觉得刘伯温毕竟背叛过元朝，跟随朱元璋的工龄也太短，又是一个文臣，能喜提成义伯也算是朱元璋给他颁发的安慰奖了。隔年正月，刘伯温再度告老还乡。回到老家后，他布衣粗食，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不问世事。可是即使这样，整日在家喝酒下棋，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刘伯温曾经的政敌当朝宰相胡惟庸给他网罗了一个谋反的罪名，说他在有王气的地方给自己修建陵墓，怀有不臣之心。朱元璋本来就最忌讳这个事，而且知道刘伯温要是想干这个事，他绝对有这个本事，于是就顺水推舟地夺了他的俸禄。这谋反可是要全家脑袋的事啊！可怜年老体衰的刘伯温还得从老家赶去京城，向朱元璋喊冤谢罪。不久后，他感染了风寒，加上不敢离开京城，心神煎熬，终于一病不起。喝了胡惟庸带来的太医给的汤药之后，感觉肚中有个拳头般大小的块状物体一直折磨着自己的身体，最后终于蒙圣上赐归，回到了老家。
撑了1个月就不明不白的死了，终年65岁，实在是令人惋惜。朱元璋后来追忆刘伯温，想到自己确实曾经说过：“此生得刘公，我之大幸。先生是我创立江山的第一功臣。”两个人最终也算是君臣两尽了。刘伯温从历史的舞台谢幕了，留下了很多传奇的故事，也留下了《玉离子》和《天文书》等著作，以及《烧饼歌》和《金陵塔碑文》等寓言。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最著名的《烧饼歌》。书接开头讲的那一段，有一天朱元璋在宫殿里偷偷地啃烧饼，没想到被刘伯温猜了个正着，食物也。朱元璋大吃一惊，厉害呀！赶紧抛出了他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那咱朱家能做多长时间的江山呢？这绝对是个送命题呀！朝代更替自有天意，刘伯温既不想泄露天机，更不想掉脑袋。他迟疑了一会儿，回答道：茫茫天数，我皇万子万孙，何须问哉？一句看似溜须拍马的谶语，自有朱元璋听不懂的真相。刘伯温详细解释道：万子万孙层叠层，祖宗山上备一行，公侯不复朝金阙，18孩儿难上难。其实刘伯温所说的万子万孙，不是说朱家天下千秋万代，而是在暗示大明江山传至万历皇帝的孙子即止。祖宗山是个拆字谜语，暗指一个虫字。备一行也是个拆字游戏，单指一个真字。公侯不复朝金阙，是说那个时候所有的王公大臣不会再朝拜大明皇帝了。18孩儿难上难，这句的18孩儿意喻为18子，就是一个理字。刘伯温真正想说的是，将有一个理性之人取大明天下而代之，应该说的就是李自成了。现在重点来了，朱元璋似乎也感觉到了历史会来到某一个特殊阶段，那么他在意的华夏民族的死敌胡人，到时候是否还在统治中华？于是他连忙问道：胡人至此败亡否？这引发了刘伯温关于近代中国的一段预言。我们试着解读其中的寥寥数据，仅供大家参考。手执钢刀99，杀尽胡人方罢休。99乃100减1，百字减去下面日字中的一横，就是10字，指蒋介石。真正的胡人是指中共，外夷共产一说入侵中华。蒋介石立志彻底消灭共产外夷，然而可怜南渡雁门关，摘尽礼花胡不还。可惜蒋介石没有能够抵御住中共外夷入侵中华。雁门关一直是历史上中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线要塞。李宗仁撤离，标志着民国政府在大陆的政治统治结束；胡宗南撤离，标志着军事行动的结束。火峰顶，良火初心定太平；火山旅，银河之女让牛星。火峰顶乃易经第50卦，去故取新之意。良火形成一个炎字，意红色，比喻中共政权。从中共建政时良火初心开始，台海两岸逐渐进入了和平稳定的状态。火山旅是易经第56卦，卦辞为旅、小亨、旅贞吉，其中第一个旅的意思是客居他乡，喻指国民党背井离乡，客居台湾。小亨意为小通顺，贞意正道，旅贞吉。中华民国只有在途中坚守正道，才能吉祥。那么最终结果如何呢？银河之女让牛星，银河指台湾海峡，织女指台湾，牛星指大陆。如果台海真的开战的话，台湾有可能处于劣势。不过在烧饼歌的最后一句，爱民如子亲兄弟，创立新君修旧经，
千言万语之虚实，由于苍生作正盟，还是充满着希望。大灾难后，中共垮台，胡人至此亡之久矣。胡人开始重德行善，华夏新的官员爱民如自己的儿女及亲兄弟一般。华夏子民重新推举了为国为民的官员之后，在中国大陆的南方重新建立了国都。究竟是指南方某个历史胜地，可能是南京、重庆等等。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讲过网红刘伯温和他的另一个预言金陵塔碑文。在东方圣人的节目中还讲过烧饼歌中的秘传内容，揭示了万王之王和万祖下界千佛临凡的天机。欢迎朋友们前去复习。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观看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